现在来的这个台风叫做闪电。闪电台风目前在哥伦比亚东南方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巴士海峡和台湾东南部海面，对台东包括兰屿、绿岛、屏东、恒春半岛、高雄和台南都构成威胁。中央气象局针对闪电台风海上、陆上警报进行了说明。我们来看现场情况。大家好，大家早安。气象局在今天早上的8点30分，还是持续对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呢，闪电台风大约位于鹅銮鼻东南方150公里的海面上。那可以从动态图上看到，其实它已经非常接近台湾的陆地。那未来的行进方向上来看的话，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向台湾海峡方向上的方向上来前进。那根据这样的路径上来看呢，我们海上警戒区域的范围包括了我们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都会在海上警戒区域的范围之内。另外，陆地上的台东、屏东、高雄跟台南呢，也会在陆地上的警戒范围之内。因此，除了要提醒海面上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之外，在陆地上也有几点需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沿海风跟浪的部分。今天的话，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沿海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在我们的西半部沿海、东部的沿海，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另外，在东南部的沿海跟恒春半岛呢，也会有10级以上的强阵风。早上的观测呢，在兰屿的部分呢，已经观测到14级的强阵风。另外，在绿岛跟恒春的部分呢，也观测到了10级的强阵风。我们预计今天在恒春半岛还会出现11级以上的强阵风，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除了风浪逐渐的增大之外呢，也要留意长浪的部分。长浪的部分呢，大多会在今天的东半沿海，包含我们的基隆北海岸跟西南沿海的部分这些地方呢，都是有可能比较有可能出现长浪的部分。那所以今天大家除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台风强度的部分呢，台风现在的强度是一个轻度台风，中心最大风速大概是28米左右。它今天的强度上大致上会维持。那过了台湾的南端之后呢，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这是在强度上来看。那另外下雨的部分的话，我们有雷达回波图来为大家说明一下下雨的情况。刚刚说过，由于台风呢已经非常接近台湾的陆地，所以它的外围环流的雨带呢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地区，特别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这个地方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也有一些开始飘短暂小雨的现象，这点也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另外的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也有一些开始下雨的现象。这些地方呢，特别是花东地区、恒春半岛，都是今天特别要注意的。那今天整个累积的整个下雨的雨势呢，我们由定量降水预报图呢来为大家做个说明。从定量降水预报图的趋势上，我们也看到，今天开始呢，从白天开始到深夜呢，我们整个花东地区、恒春半岛的雨势呢会逐渐的增加。甚至到了明天清晨的时候呢，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呢雨势还是相当的明显。那到了明天的白天之后呢，雨势才会逐渐的减弱。那这样的雨势上看起来，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甚至在恒春半岛部分还有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雨势。那这点呢，都是大家要请恒春半岛以花东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的留意。那至于最后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包含几项第一个，今天是台风最为接近台湾的时间点，所以沿海的风浪会增大，而且会有长浪。大家除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另外，下雨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以及屏东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特别是恒春半岛还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那另外提醒的就是在除了雨势之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高温的部分，主要是在北部桃竹苗，因为背风沉降的关系所以在桃竹苗的温度呢，会比昨天明显的感觉稍微来得高了一些，有可能来到34、35度这样的高温。另外，受到地形的影响，
因为刚刚讲到台风已经非常接近台湾的陆地，那受到受到地形的影响，在台风的路径上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规则的变化，所以呢，请大家要留意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以上是这节台风记者会最新的说明。